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美国股市在标普500于10月底突破6900点之后，在11月份开启了显著回调的走势。虽然标普500距离前高只跌了3.6%，纳指100也只有5.3%的下跌，但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股票，特别是之前炒得很热的网红股，包括核能电力、稀土材料、加密货币等等，都有超过30%以上的大崩盘。那么，在新一轮的美股下跌行情中，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炒美股的散户投资者，他们手中的股票持仓比例在过去的几周时间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经历过本轮美股回调的行情之后，散户是否还能保持对华尔街在2025年投资收益率方面的压倒性优势？此外，股神巴菲特在卸任波克夏哈撒韦的 CEO 之前，建仓了科技巨头谷歌的股票，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则是自掏腰包成立了一家全新的 AI 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科技。这对于谷歌和亚马逊这两家科技巨头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期视频查理会为大家详细解答。可以看到，截止到11月17日，美股前15大的巨头股票中，绝大部分都处于横盘或者微跌的状态，但是有两只科技巨头的股票单日飙升了3%以上，对，他们就是谷歌和特斯拉。其中，谷歌的表现最为强势，从$274开盘后直接冲高到了$290以上，向上创新高的动能非常强劲。这当然是因为股神巴菲特执掌的波克夏哈撒韦公司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第三季度的 13F 持仓报告中披露，波克夏哈撒韦公司在2025年的7月到9月份之间，新建仓买入了价值为43亿到49亿美元的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票。那交易结束之后，谷歌的股票一跃成为波克夏在美股之中第10大重仓的股票。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将在今年底退休，因此大家把对谷歌的投资看作是股神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重大的投资布局，很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也表明波克夏哈撒韦这家金融投资领域的龙头企业，对于谷歌在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前景和主导地位非常的看好。查理也认同这个观点，谷歌的护城河实在是太深了，它背后还有很多黑科技没有拿出来面向市场，包括在量子计算机方面的研究也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那这波巴菲特买入 Google 之后，很可能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还将上调谷歌的目标价，而他家的股票有不小的机会趁着这波势头上探到$310以上。当然，查理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追高买入谷歌的股票。我是在今年6月初以$177的价格买入过谷歌，然后在10月份以$240左右的价格止盈卖出了他家的股票。那如果以后谷歌公司的价格有回撤到$250以下的机会，查理还会再建仓买入谷歌。个人非常喜欢这家科技巨头。那今天跌得比较重的公司则是芯片龙头英伟达和亚马逊。辉达是因为在11月19日本周三有第三季度的财报要公布，不少投资者对于目前市场的情况非常紧张，选择在 NVIDIA 公布财报之前获利了结，避免因为财报的出乎意料而产生股价的震动，完全可以理解。那亚马逊的股价回撤到$230，则是因为11月17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将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向市场公开募集$120亿的资金，用来加大建设 AI 数据中心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入。这也是亚麻近3年来首次在投资级债券市场进行发债融资的操作。投资者可能对于大科技公司烧完了现金流，转而开始举债融资，大搞 AI 军备竞赛的行为，有点不满意了。我们都知道 Meta 就是因为在10月底创纪录的发行了总额高达$570亿的债券，导致 Meta 公司股价暴跌了15%以上。外界普遍担忧，
花巨额资金在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之上，并不能够为大公司带来实际性的收益，属于赔本赚吆喝。查理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大型公司积攒了高达数千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储备，而在过去的3年，这些现金主要被用在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以刺激股价上涨的操作上。到了今天，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没办法，就连亚马逊和 Meta 都必须举债融资，以支持其资本支出的扩张了。当然，和甲骨文 Oracle 的情况不同， Amazon 和 Meta 这2家巨头的债务比例非常低，他们的盈利能力也比 Oracle 要强得多。查理并不担心发债融资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会对亚麻和 Meta 的运营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在235美元以下买入 AMZN， 以及在620美元以下买入 Meta， 从长线来看都是很不错的入场机会。另一则和亚马逊相关的消息是《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Amazon 的创始人 Jeff Bezos 贝索斯刚刚成立了一家名为 Project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项目的 AI 科技公司，而且他还将担任普罗米修斯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有点像马斯克在特斯拉之外又创立了 XAI 的感觉。那普罗米修斯项目的启动资金非常多，高达62亿美元。目前公司已经有大约100名员工，其中很多是从 OpenAI、谷歌和 Meta 挖过来的 AI 研究人员和软件工程师。值得注意的是， Bezos 没有用亚马逊的资金，而是通过他个人的家族办公室来投资这家 AI 初创企业的。普罗米修斯科技和 OpenAI、Anthropic 等大模型语言公司不一样，它专注于物理经济领域的 AI， 涉及到航空航天、电动车制造和硬件设计等领域，与亚马逊的物流、机器人的业务存在着协同效应。那从长期来看，普罗米修斯公司有助于亚马逊在实体化 AI 和机器人方面上的布局和发展。个人认为，对于 Amazon 股价的长期走势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至于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在11月份还是持续着震荡下跌的行情。可以看到，标普500现在的位置在6600点到6700点之间，市场需要等到美联储在12月初为接下来的降息进程提供更清晰的路线图。那在此之前呢，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大概率还是会维持在高位震荡横盘，甚至有下跌的行情，我们很难看到实质性的向上突破。接下来是一组核心数据，展示了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美国的散户投资者在2025年11月、10月、7月乃至今年年初的股票持仓比例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11月2日以来，华尔街一直在持续抛售股票套现，他们的股票部位已经从11月初的 96% 下降到了11月17日的 81%， 而散户的持股比例基本上还是维持在 90% 以上的高位，没有出现明显的卖出行动。这其实和今年2月中旬到4月份的时期，川普贸易风波导致的美股闪崩情况有些类似。当时也是机构在2月18日持有高达 87% 的股票部位，散户持股在 85% 左右。然后在接下来1个半月内，随着标普500指数从6100点以上下跌到5000点，机构一直在持续的抛售美股。那到了4月8日，标普500抵达阶段性底部位置的时候，机构的持股比例已经从2月份的 87% 暴跌到了4月份的 23%。散户投资者虽然也有卖出，但其实股票部位大部分还是坚定持有为主，他们的持股比例也仅仅是从2月中旬的 85% 下降到了4月8日的 64%。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随着川普叫停高关税的政策，标普500从4月下旬开始一直到10月底，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暴涨了 30% 以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2025年第一轮的美股抛售潮就是由机构的卖出所导致的，而他们又不得不在之后的5月到7月份以更高的价格从市场中买回美股来。这也是为什么截止到11月初，
华尔街机构在2025年的年回报率是大大跑输给美股大盘以及散户投资者的。那么，相同的故事在11月中旬再度发生。随着美联储对于持续降息的态度逐渐偏向鹰派，机构也开始趁机砸盘，获利了结。但令人吃惊的是，散户这次居然更加坚定地持有美股，并没有出现恐慌性抛售的行情。查理只能感叹，现在我们的投资朋友们越来越聪明了。随着资讯的日益发达，大家获得的金融理财知识能力也大幅提升。我们不再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割肉恐慌性的卖掉手中的优质股票或者指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接下来在2025年的年底，美股市场会不会再来一个 V 型反弹，让华尔街再输一次呢？查理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高达 4.3%， 比7月份 4.2% 的失业率略有上升。美国的就业增速也在明显放缓，在8月仅有22000个非农就业岗位，有超过 80% 的新增就业岗位来源于政府部门。而私营企业，不管是像亚马逊、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还是众多中小型企业，都在持续的裁员，以 AI 为借口降本增效，努力的提高财报数字的表现，以此来刺激自家股价的提升。那截止到9月底，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过去一年上涨了 3.1%， 它的核心通胀率也在 3% 左右。但是现在美联储设置的基准利率高达 3.75% 到 4%， 比通胀率还高了75个基点。很明显，美联储有足够的理由和空间在12月份持续降息，直到基准利率接近通胀率大概 3% 的水平。那么接下来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美国劳工部的最新失业率以及通胀率方面的数据呢？要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1个半月内有长达43天的关门状态，这也导致美国在10月份的经济数据缺失。而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劳工部会在本周四的11月20日发布2025年9月份的就业情况报告，届时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失业率是否有更进一步的上升。那至于10月份的 CPI 数据，白宫方面表示可能永远不会发布，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 CPI 数据的永久缺失情况。我们需要等到12月10日左右才可能看到美国劳工部带来11月份的 CPI 通胀报告。这就刚好和美联储 FOMC 议息会议的时间差不多吻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好，接下来是11月17日 CR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周一样，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 93% 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优质个股，把 7% 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那随着美股大盘的持续下跌，目前所有的指数 ETF， 包括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标普500指数 SPYM、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M 和科技板块指数 IYW， 都已经达到了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其实可以考虑逢低买入这些指数基金 ETF，或者是其他的像 VGT、QTUM 和 IWB 等指数都是不错的选择。查理认为，本轮的美股回调是非常正常的获利了结，并不代表2026熊市的提前到来。那随着美联储重启降息的进程，我们还会看到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几个月有向上突破的可能性。当然，短期下跌的阵痛也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请朋友们别慌，拿好手中的优质股票和指数即可，过2个月都会涨回来的，在这里没必要过分担心哈。那在个股方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 Adobe、波音和 CPRT， 它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了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此外，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其实也可以考虑逢低建仓买入，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暴跌到了$92,000附近，距离其在10月初创下的高点$124,000
已经有高达25%以上的跌幅，绝对是比较低的价格。但是 CI 系统对于比特币的信号目前依然是持有的状态，因此朋友们最好控制比特币或者 IBIT 的仓位在总资金的7%以下，不然它持续下滑的风险也比较高。最后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除了亚马逊、SoFi 和沃尔玛之外，其他所有的股票和指数目前都处在净亏损的状态。查理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些投资的长期表现，因为都是优质公司的股票和投资标的，最终也都会涨回来的。我们只需要耐心持有就好啦。那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8.2%，亚马逊占比15.5%，美图秀秀 Matthew 占比13.5%，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7.7%，和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查理也会持续为朋友们带来 CI 投资组合的持仓更新，请大家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本轮华尔街机构的股票抛售有什么看法？散户这次还能战胜华尔街在2025年收官阶段有强势的表现吗？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的情况您怎么看？美联储还能不能持续的降息？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